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那最近2个礼拜的话，日本移民的话题突然又火起来了。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日本政府大大扩大了日本创业签证的适用范围。那之前的话，只能在日本指定的18个地区申请。那从2025年1月开始，在日本的全国都可以申请创业签证了。那么大家为什么对创业签证这么有热情呢？那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创业签证的申请条件实在是太简单了，那只需要我们提交一个创业的计划书，那不需要有任何资本金，也不需要雇佣任何日本人，那更不需要租借办公室。那所有很多人戏称它为 PPT 签证，那我们可不要小瞧了这个 PPT 签证。那有了这个创业签证的话，我们就可以在日本最长停留2年的时间，可以在日本租房买房开银行账户，也可以享受到日本的全部的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那么这个签证真的像大家想象的这么好吗？那本期视频就和大家聊一聊日本的外国人创业签证到底是怎么回事，值不值得我们申请。那我们开始吧。那创业签证它的官方名称是外国人企业活动促进事业，是日本经济产业省推出的。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直接到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网站上面看看官网对这个签证的介绍以及申请方法的说明。那首先的话，创业签证的申请条件是，那简单来说就是没有条件，那只需要我们提交一个事业计划书。那具体的申请流程是大概是分为4步。那首先的话，第一步是需要我们提交一个创业计划书。首先需要我们把自己的创业计划书提交给日本的经济产业大臣，由他们进行审核。那如果审核没通过的话，那就没有后续步骤了。那如果审核通过的话，就是第2步，我们会收到一份企业准备活动计划确认证明书。那拿到这个证明书之后，就是第3步，向出入国管理局申请在留资格。那第4步的话，出入国管理局审核，那通过之后就可以获得特定活动签证，那最长期限是2年。那拿到签证之后，就可以正式入境日本，并在日本生活2年。那总结一下，这个创业签证的优点是，那首先第一个就是门槛低，那没有任何投入前提。当然这个投入不包括行政书士还有办理中介的费用。那虽然签证我们也可以自己去递交申请，但如果日本语不会，那日本的行政流程也不懂，那人还不在日本，那么最好还是通过中介去申请。那一般中介的申请费用在60到100万日元左右。第二个是这个签证是属于长期签证，那最长可以在日本停留2年。那第3点就是它可以享受日本的社会保险和社会医疗服务等各种日本优质的服务。那讲完了优点的话，下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创业签证的坑了。那首先第一个坑就是它申请的门槛低，并不代表能通过。那或者说申请门槛低，是不是从反面就会说明它的通过率并不高呢？我们先来看日本设立这个签证的目的。那么日本经济产业省它的原文是，那为了加强日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那日本经济新闻的它也有个说法，就是这个签证是旨在培育尖端技术领域有潜力的企业，同时是推动地方的振兴。那好，讲到这里我们就要反问一下，那我申请的这个项目是否是尖端技术领域呢？我将要成立的日本公司是可以加强日本产业在国际的竞争力吗？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聊第2个坑，这个签证是不能在日本工作的。那持有创业签证，也就是特定活动的在留资格，我们在日本做什么是没有影响的，但是有一个明确的例外，那就是打工上班就业是不可以的。那如果要上班是只能持有工作类的签证。那另外大家也不要问我能不能在日本打黑工，那这个的话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这个特定活动的创业签证，它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在日本进行为期2年的市场考察，学习日语或者从事经营相关的工作。这也就意味着这2年我们是不能通过自己在日本打工工作去赚钱的。那第3个坑就是续签的问题。
那首先，创业签证是不能延期的。那2年到了之后，要么创业，要么转成其他签证，要么就回国。那我们先讲一讲创业。那如果经过2年的考察，我们决定正式在日本设立公司，那就需要在特定活动签证到期之前，向日本的出入国管理局提交相关的资料，把在留资格转变为经营管理签证。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将要成立公司，和之前申请创业签证的公司是可以是不同的业务的。申请经营管理签证的大致的一个流程就是，首先我们要注册一家日本的公司，其次租借实体的办公室，再次的话是准备至少500万日元的注册资本，然后还需要撰写一个详细的商业计划书。在提交所有的资料，等待出入国管理局审核。那如果审核通过，我们就可以以经营管理签证的身份，继续在日本生活了。那另外一个选项就是，那我在日本待了2年，那么我考察了市场之后，那我不想成立日本的公司，在日本创业了，那我想找工作上班，转为工作的签证。那这样其实也是可以的。那但是在日本找工作其实是挺头疼的。那首先很多日本企业不愿意是雇佣外国人，那如果我是老板的话，那除非我有国际业务的需求，不然的话我自己也是不愿意雇佣外国人的。那其次，在日本找工作一般都需要会日语，那不会日语的话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在日本找到工作的。那当然国人的公司例外。那另外在日本找工作，那白领工作需要申请的一般是人文国际签证，那对于学历、工作经历、专业都是有要求的。那蓝领工作的话，对于职业行业的类别是有限制的。那这些的话，大家都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做好确认。那接下来就和大家去分享一下，那这个创业签证到底值不值得去申请？那如果说我目前有自己的公司和业务，那本身也有经营和管理的经验，那并且有意向去开拓日本的市场，那么这个签证是非常适合的。那2年的考察期能够让我们充分了解日本的市场，并且为未来的业务铺平道路。那除了这里的话，其他小伙伴其实是并不推荐申请这个创业签证的。那如果说我们没有相关企业的管理经验，那贸然申请这个签证，那可能就很难通过，因为提交的计划书是需要经过经济产业大臣的审核的，那他们会重点去考察你的事业，那是否确实是需要2年的考察期。那比如说我是做 APP 或者软件开发的，那可能根本不需要2年的时间来日本去考察市场，那这种情况下签证被拒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那但是如果我是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业务，那2年的时间去考察市场相对是合理的。那另外的话，这个签证也不适合来日本找工作，把创业签证拿来当做过渡的一个小伙伴。那与其选择创业签证，那我个人觉得不如去申请留学签证。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日本语言学校学习日语，为之后找工作做好准备。那留学签证的申请门槛相对更低，而且流程也更加的简单。那费用方面的话，那创业签证如果去找中介去代办的话，一般都是需要60到100万日元左右的一个费用。那留学签的话，现在很多中介都是免费办理的，那只需要支付一个1年60万左右的语言学校的学费就可以了。那总结一下，那签证到期延期的话有2条路。那第一条路的话，就是按照计划完成考察，成立日本的公司，转为经营管理签证。那第2条路的话，就是2年内找到合适的工作，转换为工作签证。那另外我还有一个额外选择，那如果说你在日本这2年能够找到配偶，那也可以转为配偶签证。那最后再总结一下，那对于已经有业务并且计划拓展日本市场的小伙伴，这个签证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2年的考察期能够让我们决定是否适合在日本发展。那如果觉得可行，就转为经营管理签证并继续留在日本。那如果不可行的话，也可以选择回国。那最后就是对于只想通过这个签证作为跳板来日本生活的申请人，那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创业签证的话，毕竟是针对有创业需求的人，那如果贸然申请了，那即使通过来到了日本，那后续续签的话也是问题。那大费周折的计划只能待2年，那我个人觉得还是不值得的。
那我自己目前是留学签在日本，那今年3月就要语言学校毕业了。那毕业之后，我计划会成立日本的公司，转为经营管理签证。那如果有这方面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订阅我的频道，我会持续分享日本成立公司、办理经营管理签证的一个经历。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欢迎点赞分享，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点开小铃铛，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更新的通知啦。那我们下期再见。